就想说它坏了，我要换新的，结果已经过了3、4年、5、6年了，它还是没有坏。这一个小小的枪队啊，每一个人大多都是416的规格，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你家老婆看起来不错，发起来换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的枪械 AT-NTR 天天都在发生。新农场企业、祥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美发多暴击 ，BD 暴击 ，BB 弹。好想破千赞啊！嗨，大家好，我是恩佐，很荣幸能够上气象人的这个节目，分享一下我们玩的生存，玩到现在会。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结晶吗？这是我的主力枪，它要拿出来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这样拿出来，这个再这样拿出来，再把它开。一把枪就装好了。我的枪稍微不那么常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C6C 这个型号，它在这个历史上昙花一现了，也出现一下下，然后获得了好评之后，它就消失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我已经大改装改到已经有 C6C 的影子，又有 C6D 的这个身形，尺寸上面啊非常适合突击，还有适合使用夜视镜，还有一些头上装备很多的情况下的时候，这样子的配置是我认为目前对我来讲很舒适、很敏捷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的喜好上、训练上呢，会希望它一把枪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有可以应用的范围，所以你看到它有枪灯、雷子器，一般1倍、3倍，这个配置我也做好几年没有跟动了。这个是 C6C 的托，现在已经绝版了，市面上已经完全找不到了。3倍镜的话，这个镜是仿的，镜是仿的，座也是仿的，瞄具也是仿的，这个座也是仿的，只有这个壳，这个壳是真品。这个壳在它有仿品之前呢，就是只有国外真品有，然后它做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快1年吧，仿品才出现。这时候这一颗壳啊，还要3400多块，所以这一个壳就已经是这个镜跟座的这个总价，所以这壳比这两个东西还贵。但我就很喜欢，我觉得它让这个 EOTech 这个 G43啊看起来有一些科技的感觉，而且在操作上，因为它有这个沟槽，你在操作的时候的确会比较好去搬动它。这支镜就我也忘记是哪一家厂商了，但就是做的也是非常好，它头好撞撞，被我撞得乱七八糟。大家看，其实我没有用保护镜，它已经不知道被射到几次了。我就想说它坏了，我要换新的，结果已经过了3、4年、5、6年了，它还是没有坏。这个 Mark Button 它刚上市的时候我就买了，那时候一颗还要3600多块吧。我们一群人从美国订了一大堆，用到现在，这2颗是真品，这2颗大概就要几千块去了。但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一般人都就是2颗并在一起，然后其实只能用手去摸一下前面，摸一下后面，但不是我们平常拿的时候，我手就是勾在这个档子上面，所以其实平常按不到。那你摸着的情况下，你就知道前面是灯，后面是雷射这样子。但现在雷射已经没有办法什么使用了，所以这个按钮我真的很少按，看得出来上面特别新。这个就是借匣一定会被借走的东西，真品啊！这个小萤幕它有非常多功能，我用过那么多的雷子器，最后还是选择这一颗作为主要的原因，它有非常多可程式化的设定。当然我们刚讲这整把枪的配置就是为了要在不同的环境下面都有它一定能够发挥水准的空间。这个雷子器也是，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做出不同的设定。大家看这个非常小巧的一颗 Redex 哈，我们只要把它搬到启动模式，往上呢全部跟 IR 有关系，往下呢全部都跟可见雷射有关。所以往下拨，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小萤幕，那它是有 menu 的，它有设定可以选择。那设定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从头讲到尾啊，亮度，这个小萤幕的亮度，然后再来 blink， 就是最早这个发明的，其实已经快20年前的产品。有20年吗？反正就至少10年以上的产品，很古早的东西，上古神器。他们打出去的时候，要么给自己看，要么给队友看。那给队友看的情况下呢，就一堆雷射在那边点，那怎么办？现在可能大家有玩过 PEQ 这个型号，就会觉得，我的红点会有不同的形状啊，盖子盖上去有三角形的、圆形的、十字的啊。可是这一支没有，那它做什么？它就是做 blink， 它可以做就是说1秒闪3下，1秒闪1下，或是超快速的连续闪烁。那大家就是看那个闪烁频率在找自己的点。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点啊，我听说当初跟空中支援有关系，就是他们会去搜寻特定频率闪烁的点，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讯号，那火炮就下去了，大概就是这样。这颗有玩过夜视镜，就这萤幕你这样子枪拿起来，不，你的脸就被照亮了。这么小的萤幕就可以把你整张脸照得很亮，那怎么办？这个盖子仿品不知道好像还没有做出来，但是这就是一个盖子。然后你拨到最下面，它就只是最小可视的画面，就是看得到你现在选择什么模式，摸黑的情况下你都能够操作。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一支东西上面，它居然跟我们的手机萤幕上有自动光源感测。你在太阳底下，它其实会自己把萤幕变亮，然后你在黑暗的地方，它自己会把萤幕变暗，这个很酷炫。那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忘记关，它就开始吃电，一直吃到自己电池坏掉。所以我里面放了，我不敢放 Showfire 的充电电池，我怕它直接把它吸到干，然后就烂掉了。在开启的这个情况下呢，按一下设定钮，你会发现它跑出一个 menu， 上面有数字，往下呢它就会开始调。那调的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亮，我往下调。不见了，我们的摄影机可能拍不太出来，但是在现场看的话，它1到5其实是有差别的。那这是低功率、高功率。既然这一块设定功能这么好用，那如果是这种同时会有补光，同时又有一个 IR 的雷射打出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其他家的产品，你会发现我 IR 补光哇好亮，然后同时我的 IR 雷射更亮，亮到说你的夜视镜已经没有办法分辨被照亮的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如何单独提升我的 IR 补光，然后要降低我的这个 IR 雷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转到这个点。那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设定了，这个 IR 雷射现在是最
低档位应该是1，补偿光源是5。同样的光源同样的功率打出去，散开它的光度会均匀，所以会看起来比较暗。但你一个雷射打出去，打在一个点上面，它1可能就比这旁边的5还要亮。所以我现在的设定就是我周边的这个 IR 补光是比较亮的，但是中间那个雷射是最弱的，因为我只需要知道我有点，但我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旁边的补光。那讲到补光，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在外面野外可能有摄影机，那一道墙超级亮，但是那个窗户进不去，没有光，所以呢，你夜视镜怎么看都看不见。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说没有办法调光角度的话，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那这个就是用来调光的角度的。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然后你手机这样拨一下，往下拨，它就会变收束；往上拨，它就打开。它还有一个更快速、更 bug 的事情，就是你只要在没有启动它的情况下，没有射出任何光源，你按一下，按着，它就直接改变了它的补光的方式。所以你进室内按一下，它就变成泛光；然后你出来再按一下，你就开始打远。这一颗小小的雷射，该有的我觉得应该都有。这应该也是目前真品雷射里面最容易入手、功能最齐全的，一劳永逸。Vadex， 你值得拥有。下面部分就是曾经有一次按钮被一根超级细的树枝击穿，然后我的按钮就爆了。那时候我还不是用这一个双控的，是 Surefire 的 DS button，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它同时有线控，同时又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也是全功能的，你按一半它就是 momentary， 那你按到底它就变 switch。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其实很棒。一方面这是一个 redundancy， 为了东西坏掉的时候我有备 backup。另外一方面是当我今天真的不小心没有带到，或者我换左手的时候，我按不到这个按钮，我可以这边用推的。灯筒的话，就是现在蛮常见的 Marlite 的 OKW 的那个灯筒。握把选择上面，我还是一个蛮古早的选择 MacBook K2， 然后已经磨成了 PTW 的形状，所以这里面没有马达。Infinity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里是可以装电池的地方，它是一个电池仓。马达已经被整合在它的 Gearbox 里面，它有很特别的设计，用的是 SI 的这个，我印象中在 Cobra 的这个护弓。它这里凸一个小小的点，其实我们在快速换弹的时候，刚好你可以靠上去，然后再插上去。换弹多一个 PCM 握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古早就已经出现的上古产品，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用。讲到 M-LOK 的话，这边可能你看它塞了一个小小的工具，这是一个小小的 Nano， 哪一家做的那个名字我又忘了。总之拆下来，它有一个1字，有一个2，2个点的，它可以去转这个盖子啊，揪东西、调整啊、归零啊，什么非常方便。这个鱼骨在416上面就相对比较少见，这个是 BNT 的，没有任何一家鱼骨长得跟他家的设计是一样这么细小。旧款最常见的这个 SMR 的鱼骨我就发现这里其实多一根螺丝，这个螺丝在真枪上面当然是有它的用途，因为416嘛，以它的可靠度为著名，所以他们的螺丝啊这些锁定结构都做特别大。那随着时间的演进呢，这个是快5、6年，甚至将近快10年前的产品。那这个相对新，所以在材料跟结构的设计上面，他们有一些跟进。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样看已经没有螺丝凸出来。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握，或者我会这样拿枪那个螺丝凸出来，其实对我们这种亚洲手没有到特别大的这个种族来讲，是物理上的歧视。这个灯座我也是费尽苦心。灯座是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的牌子，叫 Barbaro。当初我要跟他买的时候，还说我们不要卖到国外，所以我辗转通过好几个朋友从美国再帮我带回来。现在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那个卖的不是很好。最新的这个 Surefire 的640 DF 系列，就反正有什么4的，他们那个灯筒不是可以这样子折叠吗？通常我们不会一直想要折叠，可是它能够折叠，就表示它可以很大的限度去贴合你枪上的这个配件，所以你往前看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都不会相对太远你又可以保持你的高度，你可以把整个灯筒从正中间往上移一点，所以你在左手右手切换的时候，它刚刚好就可以避开。所以这个座是我那时候我想要一个好看又可以锁定那个 artillery 转折这个可以锁定的这个机构，那我就找到这一家，我试了也是10几颗吧，终于最后这一颗是我最喜欢，然后我觉得最洗练的这个版本，它的材料也用得非常好，这个也是被我撞得乱七八糟，连个痕迹都没有。接下来这个是那个 Reptilia 的软的这个枪背带的钩子，一般来讲我都是钩这边跟钩这边，我其实很少钩到这里，偶尔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爬绳索要爬梯子要长时间的爬超过30秒或是1分钟，我就会把这个东西从这边，它是一个钩子一个 clip 拔起来夹在这里，然后绑一圈放在背上。这个当然是软的，有很多的这个枪背带他们的这个钩子 hook 是硬的，所以你放在身上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一直不断顶到你。我们不是每个人身上的装备都厚到像什么重装甲所以它没有办法被你的身上的装备吸收掉。这个东西它是软的，所以我觉得划时代，非常棒。然后这个是 KAC 的手挡，它留在这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只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出枪的时候，好累拿太久了。但是旁边这里刚好有一道墙，你可以刚好抵在这里，底下这里如果有掩体，也是抵在这里。它有很多的这个小锯齿可以让它不会乱晃你在出枪的时候，你可能就这样子抵着，然后你其他的手可以做别的事情交无线电看翻一下你的 ATAC 之类的，所以你的事情可以做比较多。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训练的时候，就会装逼一下，就塞这一根。这一根跟其他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搬的是索罗亚的。那我这人实在是很注重替换性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个是直接塞进去的。
跟真品一样，真品也是这样套上去，所以会方便一点，就不用在那边揣装螺帽。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这个是干嘛的，但其实它不是为了固定它不要被撞歪，是因为他们当初发展这一支枪的时候是为了跳伞，所以如果它今天卡在这边，然后你闪神下去可能就勾到，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段位刚好都会被挡住，拉到这里刚好被挡住，拉到这里出来刚好被挡住，所以就不会勾到闪神。这其实是为了防闪神，不是为了防止保护这一根，没有在保护这一根。Infinity 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因为马达太小了，这里面已经没有马达了。然后我们打开，这边马达就这样子一小圈。那它有一个很大致命缺点，就是因为这是日本来的东西，所以它只要能拉到一胶法定上限，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产品。但出了海外呢，就会发现，哇，好像所有人打远点 ，PW 已经几乎没有射程上的焦虑了，所以你一胶可能打得跟人家1.6啊，甚至1.8差不多，但是速度很慢。那无论如何，人家今天可能活动可以到1.8两胶的时候，他们那种射速上的跟射程上的优势，没办法，物理上就是没有办法追到。所以呢，我又再弄了一把，为了要跟大家一起大活动，不要被当靶子打，所以我弄了一把 M27。它虽然看起来很长，但它其实也只有1.6胶的。配置上呢，就是我所有的设定啊，都是以长距离辅助为主。我们现在出来玩，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一定会有团队意识，所以每个人负责的功能会有点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负责去突击啊，有些人就是负责协助另外一队伍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事情都开始有分配。这一把呢，就是为了长距离的支援，然后侦查。你看，所以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 TA-02，这是 Trigicon 近几年才出现的东西。以前 Trigicon 不是有个光纤嘛？我们现在最新的 Trigicon 是没有光纤的，虽然它不是真品，有钱还买不到，但这个是我目前找到的，我觉得品质很好的仿品。它其实是一个4倍的小海螺，但里面有红点哦，是电池驱动的，靠这一根电池，然后上面有一个红点，所以我们平常在打的时候会发现，这样子就是看红点了，这样就看。所以其实你在切换上很快。以前我们还要这样翻一下镜，一翻你看很远的时候，你视轴就移一下，你就看不见了，你就不知道原本的人在哪里，还要找一下。那时候你可能就错失很多进攻或者是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人你没打到他就算了，但他往左边走，往那边走，还是躲起来，在原地，你没办法回报给自己的队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在游玩上啊，你的队友就会觉得，我刚才你用太强，没有用，没用。为了要能够快速的去找到敌人呢，我们就有一颗 RH-25，我们这个就直接看进去 RH-25就有热线。我使用的座，这个也是非常古早的 Wilcox 的座，现在大部分人的 Wilcox 的座都是可以翻的嘛，那个3倍镜很小，但是太贵，我现在买不起，只好用这个旧版的仿品去做乱冲数，那就很简单，我们拔起来，插在眼睛上，就是头上看，然后拔下来，放上去，压进去，你就可以放在这上面看。当然你要改一下设定啊，它画面的缩放会变。这把枪大概就是这样。使用的这个灯，因为我们要长距离啊，所以我选择的是 Z-Bolt 的那个 Quantum LEP Blazer 系列的，所以它的灯数特别巨。随着时间啊，因为雷子这个使用上的纠纷非常多，所以慢慢的我们正在寻找如何能够回报位置给你的队友，然后或者给你的友军，但是又可以不用开到雷射。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聚光灯，它只会把那个 spot 打亮啊，只要一亮，就变成说那个范围里面有人在哪里。那其实以游戏的角度来讲，标示敌军跟方向的这个功能上，它做得非常好。我们玩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互相你有一根我有一根，然后大家就开始比谁比较亮，然后流明战争。你只要一开灯，然后大家就一定要躲起来，因为它没办法直视这个画面。现在就变成两边人都灯就狂开，从直接面对面的开灯变成我如果假装我有出来，但其实我没有，就是开始在玩这种欺诈行为的游戏。现在生存游戏已经不生存了，就是欺诈游戏。然后在雷子，我们该有的功能还是要有。这家是我目前觉得市面上仿品的 MO 里面的功能性能做的最好的，就是 Somo Gear 做的。这个还是旧版是 C1， 最新的是DA 还是 X1， 我忘记。一般人会觉得可能夜视镜戴上去晚上是明亮如白天，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夜视镜也是另外一种，它只是看的是不同光谱的光源，那它其实跟眼睛很像，它还是有明暗差的问题。今天假设我们今天外面有一个摄影机，它在照一个窗户，窗户里面有人，可是窗户里面又是暗的，没有光源的情况下，你的夜视镜是看不到窗户里面的。你把夜视镜拿掉，这一片是黑的；你把夜视镜装上去，这一片是超亮的，是你想看的那个重点，夜视镜就是看不见。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拿热显，因为热显没办法穿透窗户。夜视镜能够看透的东西，热显都不行，所以水不行，保鲜膜不行。所以你觉得肉眼看起来是透明的东西，在他眼里都不是透明，所以你还是得用传统的这种 IR 灯光去充当手电筒，打进那道窗户。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产品，它没有办法调整那个 IR 光束的角度的话，那你一打那个窗户外面又更亮了，窗户里面进去的光没多少，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可以随时调整 IR 灯角的功能的产品。进去室内这么小，你不可能像滑鼠一样在那边收人了，所以它按一下这个，按前面它就是大远，按后面它就是会变成自动切换成泛光，超大范围，你就不用在那边按东按西。我觉得我们打生存这个超级无敌够用，操作逻辑全部跟真品一样。好，那再来这个 Cloud Defense 的 Surefire， 一般大家拿到这个鼠尾啊，其实会觉得它是廉价的代表。其实这个鼠尾我觉得非常好用。Cloud Defense 其实很早期，这个好像现在也绝版，要找也找不到。Defense 有一个这个座，你就把它插进去，然后它的线其实是可以走在里面的，走进去下来，走进去直出。我上次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
下才跟我说，我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才想到哦，好吧，那我这好像可以拿来讲讲。如果你今天手上刚好还有这个座，千万不要丢，这个座真的是我觉得为了这个鼠尾做的全世界最棒的这个座，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人家跟我买，我死都不卖。你看握把选择一样，托就是很传统的托，这就是握把，里面就有马达，所以我现在打不开。这是传统的 PDW， 它的拉力比较强，但手感上两只有差蛮多，那只有预拉，这只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枪几乎都是416呢？因为416在配置上面它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今天同一把枪，包含 PDW 好了，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互换。这个拔起来，那我今天想要一个比较传统416D 的这个玩法，上下枪身是可以兑换的。就这样一个传统416感觉的枪就这样出现了，这个也可以换上去。以前我们不是有一支枪叫什么 EBR 吗 ？EBR 就是它的枪托也是可以伸缩的。好，前后比例非常奇怪的这个假 EBR 就出现了，你看超级短，但是这个枪管超级无敌爆干长。如果今天我想要更短的呢，或者我想要换一个配置，我今天打 CQB， 我其实用不到这么多的配置。这个螺丝抽出来，这个螺丝抽出来，这个直接插上去。每一支416它的枪身这里都有一个凹槽，每一支鱼骨呢，它也有一个非常精准的 notch， 是可以直接锁进去的。所以你的东西装上去，它大概误差不会超过3还是4 MOA 吧。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随时在场上这样抽换。现在最新的这个，我忘记这个是叫什么型号，但反正就是最新的这个416，全部都出这种，它直接上面就有一个快拆斗类锁起来。我们当初想说，这样稳不稳呢？就超级稳，非常非常厉害。那这颗就是真品的 Mo X1，细节上有一些差别，但操作逻辑全部都一样。然后千万不要买，买了其实你也没什么地方用。然后第二就是太贵了，坏了又没办法修。这些都是我以前用过的鱼骨，这是416C 的，这个已经稀有到不行了。要不是人家让给我，可能这辈子都买不到了。这一个小小的枪队啊，每一个人大多都是416的规格，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你家老婆看起来不错，拔起来换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的枪械 AT、NTR 天天都在发生。我试一下你的配置哦，不，它就你的枪就变他的枪了，就大概是这样，然后生出各种混种。PDW 这边看起来可能几乎都一样，但这个是我们传统型的 PDW， 那这个就是比较新的 Infinity 它使用的这个齿轮呢是双边齿 DSG， 齿数有减少，所以它气量相对少一点，但是以生存游戏的角度来讲，还是相当的足够。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没有马达，对，就是空的。有什么特别呢？就是 Infinity 的反应更快，它变成无刷马达，它无刷马达直接跟你电枪里面的那颗晶片它是有联动的，所以它知道它现在拉在哪里，因为它会预拉，它每一次都会刚好拉在最后1-2齿的位置，所以你扣扳机的时候呢，它会直接示范。那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几乎听不到齿轮在转的声音，因为齿轮已经变成并列了，反应速度变很快。但我很不推荐新手来买啦，因为我们就像是买了一台性能车，性能车它一定有它需要照顾的地方，枪也是一样，你买越好，通常它都会连带需要你有相对应的一些知识去保护它，因为我们都是在最高的性能之下面去做很多的这个操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应力太强，有时候它会不那么的顺畅的时候，它会连带来一些灾难性的结果，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弄，你就直接拿回来给我们弄就好了。然后为什么 PDW 可以在低初速的时候做这么多高强度的性能呢？这个是我们的 Hopper， 我们 Hopper 就长这样子，这么小一个，只有橡皮的部分只有这上面。那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直接装在你的内管上面有一个槽，刚好就是对应这一个方孔，所以它只会上下移动，它不会扭转，所以它特别的地方，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家做一样的设计，相当可惜。如果这个设计可以广泛被推广的话，应该是蛮厉害的。那气筒的部分就没有什么特别，一样可以抽换。我们就是有一个正常初速的气筒，有一个超级低初速的气筒，以对应不同活动的需求。初速稍微高一点的，你会发现，它气筒拉到后面，就是为了不同的性能。但挖这个孔其实只是为了连发上它的气表很臭，然后我们现在都打单发，所以这个设计变得有点冗余，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剩下的可能就跟枪没有什么关系。像现在这是热显嘛，这也是我以前大家还不知道数位夜视镜的时候的数位夜视镜，最早期的，这也是人家给我的，这真的是非常古早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也没有性能的可言的啦，都没有用。然后以上就是谢谢大家听我废话这么久。那如果你对这支节目有兴趣的话，欢迎直接私讯58哥，你也可以上来分享你在这个生存游戏里面的一些小小的经验跟见解。那喜欢这支节目，当然按赞、订阅、小铃铛，谢谢各位，我是吴文总，拜拜。